靳先生33岁，来自湖南，影视后期；朱女士30岁，来自湖南待业。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应该是不容易是吧？对，认识了8年是吧？追了3年是吧？啊，4年吧。追了4年。对。啊，现在在一起1年多，是这意思吧？是的。是一直喜欢，还是说就这么接触着，最后喜欢上了？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对他也是比较喜欢嘛。然后后面交往了4年，那个时候他在长沙嘛，他想去义乌发展，然后我就想抓住这次机会跟他表白啊，但是他没有同意，我就后面坚持不懈嘛，一直没有放弃，打动他了。他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就回到长沙来，同意了做我女朋友。怎么了呢？这不是挺好吗？千难万险，小片里也说了，你们在一起不容易啊。可是他连对你的基本信任都没有，这个没有信任，我们怎么理解呢？我觉得我们的感情还是存在一定的危机。还有危机啊？我觉得心里有别人，还有。你想多了吧？他有别人，他跟别人走好了。没有别人，他是这样。因为他疑鬼，因为他之前在义乌工作的时候，他那个老板是一个外国老板嘛，跟我说过很多次，他说那个老板经常会带他出去应酬，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当时他同意我以后，我就叫他尽快从那个义乌回到长沙来了。回来了，好，就说明没事啊。他跟那个老板还不停的有联系。让我难以接受的就是那个外国老板还不停的给他送礼物，他也收他的礼物。因为我们老板跟谁都送礼物的，这很正常，我觉得没有什么。你已经辞职了，你现在已经回来了，你已经跟他明确的表示，知道吧？他给我送礼物，他是想让我继续回去工作吧，因为老板也比较看重我。所以从你的角度来看，他是想留住一个人才，是吧？但从你的角度看，就觉得他跟他老板的关系，对，作为一个男人来讲的话，可能会有某些方面的去误会嘛，因为他在长沙没找工作嘛。有一次他说他想去义乌玩，我就不同意。后面他执意也跑过去了。你说去2天我还可以理解，后面去了1个多星期，将近10天，还是我逼迫他回来的。我朋友说想我了嘛，然后我也正好过去看一下他们。那时候他回来的时候，我翻他的手机，发现他又去见他老板了。他吃了饭又喝了酒，还有他们之间的合影，你说我这能接受吗？那我们现在就算不在一起工作的话，我们也是朋友嘛，是不是？但是我不可能和他断绝联系啊。我们现在已经是男女朋友关系，像这种行为你应该是要拒绝的，知道吧？你是觉得他那个远在千里之外的老板跟他关系对还纠扯不清，是这意思是吧？不知道自己存在什么某些问题，可能对他的有想法，这个我可能会往这方面想啊。对你有想法吗？没有。我们老板他自己都结婚了，他已经有40多岁了。哎，你见过他老板吗？他老板我没有见过。照片呢？照片见过。帅吗？在我感觉呢比较丑。说来说去，你们现在的这个感情到了哪一步了？我是想跟他结婚，但主持人他工作上一点都不支持我。啥意思啊？他现在经济条件也不怎么样嘛，然后我们也都是租房住，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开一个美甲店吧，那美甲店那个投资也不大嘛，只要最多10来万块钱，以后我们反正也要订婚嘛，是吧？并不是说我回来要图他的钱的彩礼啊，他说我想先让他把彩礼钱借给我，那我以后会还给他的。但是他就是说他硬不答应我。结婚的事情还没定下来，你就说他现在想开店，我觉得他心思不在这一块。彩礼钱，我说我们这个钱留着，也是我们以后结婚可以用嘛，是吧？你说把这个彩礼钱给他先去开店，你说这个让我怎么去接受？他想跟我结婚了才给我拿钱，那不是跟做生意买卖有什么区别呢？怎么会这么想？我觉得成家立业本来就是优良的一个传统，我们就应该这样去做，会更稳妥一点。如果我换个问题问啊，换个角度问，比如说这就是你的一位朋友，他说他想开店，他找你借钱，也给你立借条，然后你也可以考察他这个店到底怎么样，能不能有这个偿还能力，你愿意借给他吗？这也不一定会借，也不一定啊。对，听明白了啊。所以你看，这是他对金钱的一个态度。我觉得你不要把这个情感里面掺入这些东西。哎，为什么反对他开店呢？到了这边来以后，现在又不准备工作，然后要我去给他钱。我不是不工作，我是不想继续做以前的那种工作，我觉得没有什么一技之长。所以我才想开店啊。他以前在长沙的时候做过服装销售方面的工作嘛。我现在要的做这方面，他说太低级了，他说义乌那边的好的，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所以他是想创业，对吧？对。你是不想让他创业，是不是？
结婚以后一些事情来了是吧？你怎么去考虑？所以在你的人生规划里面，你是要结婚生子。对对。他只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固定而稳定的工作，对，收入不一定高，你要来养家，是这意思吧？啊，是的。你是觉得我应该有属于我自己的事业，是吧？是的。有一份工作，这是你们俩的第二个焦点，还有别的争执吗？就是我想跟他讲，这地方他有很多借口，有时候也难以理解。比如说之前他说有一些习惯不好，我抽烟也有很多年了。为了他这个，我也做出了很大的改变，基本上很少抽烟了。哦。有时候熬夜加班，我就喝点酒。这个他之前是他很介意的。你这是我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着想，好不好？为我的健康着想，我可以理解。我为了你这些做出改变了，好，现在他又有新的借口出来了。啊。他说我这个工作不行，对身体不好，以后生出什么小孩基因都不行。这样工作的话，也没时间陪他，因为我可能加班时间比较多嘛。啊。他说你干脆换份工作，别做了。我这个行业我做了这么久了，现在收入对我们生活也是个保障。他这一点他不理解我，非得要跟他去开店，要我放弃这样的行业。他现在做这样的工作都没有时间陪我，我想去看他电影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看。后期确实挺累的，所以你是希望他在工作上也有调整，是这意思吧？是的。哦，那你们婚期到底定了还是没定呢？还没有定下来。因为家里可能这个年龄阶段嘛，他们肯定也催促的比较急嘛。啊。我也跟家里承诺了，我说今年一定会领证结婚。然后上次他爸爸说身体不好。然后我就跟他回他老家去看了他父母，顺便跟他的家人交流了。我说我们想考虑领证结婚，结果他家人非常同意，但是他非常不高兴。哦。因为他不尊重我，主持人。啊，他咋？他没有经过我的允许，本来是回去探病的嘛，然后他莫名其妙的跟我爸说这些事情，让我爸来逼我。哦。我就不喜欢人家逼我。我觉得我们感情能够走到现在这个状态，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是不挺好吗？行，现在你想结婚吗？现在我觉得时间还没到，我不想结婚。啥时候可以结呢？我觉得顺其自然吧，这个事情。觉得时间点到了，自然而然会结婚。哦，所以这个时间点是怎么设置出来的呢？比如说，我们规定一个时间就要设置一个时间点，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真的处到那个关系上了，是个时间点。你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呀？就是两个人感觉到位了吧？也就是说，你现在觉得结婚还不成熟，是这意思吧？是的。你呢？我觉得你是因为承诺家里的，所以必须要结是吗？对，我必须要结婚。我就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它是存在危机的，说不定他有时候可能有好的义务去工作，或是什么其他情况，是吧？这些都对我来说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按理说这就不应该结婚啊，有这么多不稳定因素在这儿，干嘛非要结呢？结婚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人生的后面的规划嘛。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俩结了婚了，在你的想象当中，他就应该稳定了，是这意思吧？啊，对。那结了婚之后，他还能去创业吗？从我自己的想法来讲，我是不支持的。那今天来这儿想干嘛呢？我就是想听一下专家的意见，然后给他一点提醒吧，就给他一点意见吧。如果他说不行，我感觉没到，我们再拖一拖，你还愿意等吗？不会，他没有做出就是让我接受不了的行为，我可以愿意等。对，你愿意等。对。如果他说我想先创业，我把这个生意做大了或者做起来了。我独立了，我再结婚，这个你愿意吗？这个我一直在给他讲述这个我觉得不合适的这个想法，就是我想让他改调。就如果他要坚持呢？这个也可以等啊。如果他坚持说，我跟你结婚的前提是你还得跟我一起创业，放弃你现在的工作，你可以接受吗？还等吗？还结吗？如果能够感化他是最好。那感化不了呢？感化不了的话，也许会让步。好，特别着急结婚。也特别着急要小孩儿，愿意考虑一下吗？比如咱先结婚，我就想让他不要疑神疑鬼的对我，这个是可以让步的是吗？这不是疑神疑鬼。要他不要对我疑神疑鬼，我都。就是创业是可以让步的，对吧？对。我核心要保障的就是你不要怀疑我。对他老是怀疑我，这点让我很难受。那你喜欢那男生什么呢？我觉得他比较成熟稳重吧。对我也比较体贴，比较关心。那他的缺点呢？他的缺点就是老是疑神疑鬼的。还有呢？小气。怎么得出的结论呢？小气就是不给你投资开店。对。你喜欢他这么长时间，对吧？就现在你对他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呀？我喜欢的是因为第一是一种感觉嘛，这种感觉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但是我也欣赏他，他这个挺善良的，包括最开始见他的时候，包括我们之后交往，尽管没有成男女朋友，但是我也一直都挺喜欢他的。就是一种感觉是吧？对，也挺善良的嘛，人挺好的。善良是他的优点。对。那他有没有缺点啊？就是
有些方面他难以理解我。所以你们俩在很多所谓大是大非的问题或者叫原则上面是达不成共识的，对吧？对，我就希望这一方面能够调节一下嘛。好，女生想调吗？我也想调，对。但是各自又有各自内心的坚持，所以不知道怎么办，是这意思吗？啊，是的。行，那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先来跟女生说哈，我们女孩子在处于爱情当中的时候，可以拒绝结婚。我只要还没想明白，我对面前的这个人并不是达到我100%的满意，或者他的哪一点让我还有怀疑的情况下，我就可以不结婚。但是不结婚可以，不能问人家要彩礼，人家这笔钱放在那儿就是娶媳妇儿用的。第二点，如果你对他哪一点不满意，或者他不是你心目当中另一半的样子，就直接说，不要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什么你抽烟啦、喝酒啦。好，他改掉以后，你这个工作有问题。他真的换了一个工作，放弃了他的一技之长之后，你又会嫌他挣得少。你们两个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外国老板嘛，我想问一下女生，这个外国老板在你离职以后，一共送了多少次东西给你？送了5、6次。多长时间之内送了5、6次？1个月。1个月之内送了5、6次，都送了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些小耳环呀、口红、小香水之类的，都是一些小女生喜欢的一些东西。1个月送5、6次。他就是为了让你回去上班，在我看来一点都不正常。我就假设你的老板对你没有想法，你对他也没有想法，你们就是单纯的工作关系，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很介意这件事情，你依然我行我素。那他寄回来了，我不可能又给他寄回去吧？为什么不可以？即使我不给他寄回去，我也会发信息给他说，我说谢谢您的好意，但是以后不要再寄这样的礼物给我了，我不方便。或者直接说我男朋友很介意。为什么不可以？好，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要么就放弃让自己解脱，要么就继续不要纠缠，不要互相的折磨，互相的消耗。我的建议是，你们现在是不适合结婚的，各自都冷静一下。如果想要继续往前走，你不要再和任何像这种外国老板之类的男同事、异性有过之前这样的举动。不管你们有没有事儿，他不喜欢，那么你就要尊重他的想法。你如果想继续跟他相处下去，就不要再纠结之前那些有的没的，重新开始，好吗？祝福你们，谢谢。好，谢谢哲老师。我想先对男生说一句话哈，结婚不是一种手段，因为结婚意味着两个人一个新的开始。如果两个人都没有好的准备，怎么可能有好的开始呢？经过这1年，包括现在发生的种种事情，你觉得还适合结婚吗？如果说你没有解决最起码的信任问题，然后就去开始了结婚，好可怕呀。第二点，你明明是不同意他开店的，对不对？你想没想过，今后你们结婚了，一定还会为这样的事情再次起矛盾，而这个矛盾会愈演愈烈的。第三一点，你觉得你所有种种这种所谓感动他的事情，比如说背着他不知道，然后去跟他家里人先安排好了整个的这婚期，同时你也承诺了我们今年是要结婚的，那这一点你有没有足够的尊重他？结婚是2个人的事情啊，不是你一个人就给办了的事情。所以这几点问题都凸显出来，你现在不适合马上结婚。女生，好，我们现在不结婚，但是过一段时间，你觉得你会跟眼前这个男生结婚吗？可能性有多大？60%以上。你都说多了，他这么介意你和老板再进行往来，你还是去了，并且隐瞒他，同时你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所以说可见他在你心目中的位置。结婚这件事情或者谈恋爱这个一定是顺我的心而出发的。2个人在一起，如果说能过得更好、更愉快，结婚；不能的话分开，好吗？就这样。好，谢谢徐总。
你们两个人现在对彼此都没有任何的信心。我特别想问你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爱在哪儿？我看不到你们两个人之间有任何的爱。两个人都是目标清晰、目的明确的在一起，对彼此都有非常明确的所求。8年相识，4年追求。这个时候如果分开，对男方来说是什么？我8年白追啦，你这叫自我感动，自己被自己这么多年的深情所套牢。可实际上你心里面非常清楚，你现在剩下的可能只是不甘心而已。那对于女生来说是什么？对我追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男人，好不容易把我追到手了，未来日后一定会对我像珍珠一样疼爱。可是突然一件事情发现，哎呀，他也不过如此，我借个10万块钱都不借给我，对我有多爱呀？如果到了这个份儿上，两个人都是在互相的被这种自己心里的所谓的一个感动而留恋的话，那这段感情就算你们结婚了又能怎么样呢？所以我问你们，爱在哪儿？不要目标和目的那么明确的谈恋爱。谢谢。好，谢谢沙达老师。姑娘来自湖南哪里？张小姐，家里有几个孩子？还有个弟弟。这些年来在外面闯荡很苦吧？对。钱难挣，男生对他的家庭给予了一定的资助是吧？啊，对，因为他我觉得这一点他你指的是什么？每个月会寄点钱。每个月都会寄。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寄。从什么时候开始？还是等他回长沙以后，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去年。对对。寄了多久啊？寄了将近10个月吧。以什么名义呢？这个就是以他自己的名义啊。我看不出你对事业好像有多大的雄心。如果你真的是很想干出一番事业，义乌那儿又干得不错，你不会为了这份感情而回来。我也看不出你对感情有多深。如果你是为了一份感情而回到长沙，你也不可能在跟他谈条件的过程当中涵盖了这么多物质。4年前你拒绝了他的表白，你义无反顾地去了义乌。去年你又从义乌回到了长沙，来到了这男生身边。据你自己所说，是因为他给了你很多的关心和关爱，你才回来。是的。但是他给你的关心和关爱是什么呢？是什么？就是经常过去义乌来看我。还有呢？然后经常找我聊天。还有呢？有物质上面的吗？没有。有给你承诺什么吗？没有，只是说想跟我在一起，喜欢我。那也就是说，你是为了一份单纯的感情从义乌回到长沙？是的，因为我年纪也有这么大了嘛，我想确定下来。刚才男生问你说，你就不可以拒绝他的礼物吗？你知道你回答了句什么吗？我不可能跟我的老板断了关系。这是朋友关系啊。为什么不可以断了朋友关系呢？如果你是真的因为他关心你回到长沙，这么大的事业举措你都做了，为了一个男人和一个曾经共事的一个老板断了关系，有何不可呢？你是那么重感情吗？你作为人家女朋友又不是人家老婆，你收人家10个月对你家庭的资助，你什么意思呢？你没有结婚，你问人家要彩礼，你什么意思呢？你已经辞了职回到长沙，为了一份爱情回到长沙，从义乌，你还收人家1个月5、6次礼，你什么意思呢？本来我尝试的去了解你，家中老大长女，家里一直是在务农，在外面闯荡不容易，所以有的时候在物质上面稍微贪恋了一些，我是可以理解的。想通过婚姻来或多或少的改变自己家庭和自己的一些命运，我是可以理解的。但你偏偏要把自己说的那么纯洁无瑕，我就是为了感情，我可不信。你那么有自尊，那么希望改变家庭，你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在长沙还待业呀？你为什么不找工作啊？一直还盼着别人拿彩礼给你去所谓的创业，你创过业吗？你会创业吗？你知道你那个创业一旦要是失了败，
他的彩礼也全都没了，你嫁还是不嫁？到那个时候，你是不是架在火上烤啊？不喜欢就直接说分手。要靠自己一个人的能力改变家庭的命运，就自己刻苦奋斗。离分手之前，把那10个月的钱还给别人，谁也不是冤大头。做后期挺苦的，明白吗？明白。做后期也不容易哈。啊，你以为婚姻像个枷锁一样，让他生了孩子，他就可以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就把他给摁牢了？你想的太美了。在他看来，婚姻可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他是这么想的。他只是现在30岁的年纪，再碰上你经济条件还尚可，虽然不喜欢你，也不喜欢你的一些生活习性，但到目前为止依然还可以凑合。你肯定也曾经向他承诺，我愿意拿出钱来给他创业，你肯定也承诺过。但其实你是不想让他创业，你就等着把他娶回家，让他生了孩子，老老实实在家里，将来找一份非常简单的工作，于是他就老实了。你想得美，没有用。4年前拒绝了你，4年后回来依然不是为了感情，而是为了30岁尴尬的年纪以及你尚且不错的经济条件才回来。你想得太美了。生活是很不容易，当家中老大也很不容易，但婚姻不是改变自己命运的途径，你要靠自己。如果不是真爱的人，即便就着他目前的这种经济条件，你嫁过去依然不会快乐。你明白了？你是玩火自焚。别做你的白日梦了，守住你的钱袋子，天天晚上熬夜捡出来的袋子，挣的钱找一个知心知冷知热的女人。你明白吗？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婚姻是因为有爱，所以我们在一起，有吗？有。有就好，有就好。你觉得我是爱他的好，那你就是爱他的，只要他相信，对吧？就怕他也不信，因为爱这个东西是可以被互相感受到的。如果互相之间没有，那就很奇怪，也很糟糕。男生，其实我在问你的时候，我就问到了，我说你觉得结婚之后这一切的问题就解决了吗？你含而糊之的，对吧？所以对于男生来说，其实也没有信心。我只希望你们能够尊重感情，尊重婚姻，不要着急结婚，然后要处就真心相处，不要带任何的交换条件。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认识你8年了，这8年我觉得能够现在走到一起非常的不容易，可能在结婚这个事情上面我可能是着急了一点，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去征询了你父母的意见，我觉得这个我可以在这方面应该可以想清楚一点。如果我们是真心相爱的话，可以往后面延期，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什么问题，希望你能够接受我。我们俩年纪相差也不大，但是我觉得你的人生经历、工作经验都比我丰富，只要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有安全感。但是我觉得你就唯一有一点就是不要对我疑神疑鬼的，以后我会然后也不要逼我。不会的，我们会好好相处的。希望你以后能够跟我一起迈向人生的新篇章。我对你有信心。男生先说说这个是什么记忆啊？这是他去义乌之后嘛，当时流行一句话叫待我长发及腰时而娶我可好，但是我就回复他了，我说好的，然后他就回复了一个表情，他可能以为我是没那么认真，其实我也是当时是有感而发的，给他回复的。行，把这个最初的这个记忆调动出来啊。女生那是什么呀？给他送的是一个按摩精油，还有一个就是颈椎按摩的一个书本。啥意思啊？就是因为他平时做工作比较累嘛，做后期的，所以他回家之后我都会给他按摩。哦，你都给他按摩的？对，我也并不是说在家都闲着的。行，谢谢两位的分享，请回吧。来，请关门，开门。多久
知道那是爱，不然你不会这么快发现你正在将爱一点点说出来。哦哦，来吧。快乐涌上来。哦哦哦，关键字是爱。你们出来的时候，观众是给你们掌声的，对，就是观众是期待这个结局的。但是请记住一个前提，一切都是因为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想这就是观众给你们鼓掌的原因。也期待到老师给我们你们好好珍惜，好不好？好的。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一起见证属于这对情侣。